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瓦尔代年会上透露，俄近期已顺利完成对拥有核动力装置和几乎无限射程的海燕导弹的测试。普京还宣布，首批量产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近期投入战斗执勤。2天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就视察了俄军工企业，了解萨尔马特量产过程。美西方媒体高度关注这2款俄罗斯大杀器的最新动向，因其拥有的共同特点是可携带核弹头，可打击任何美国目标，以及难以被拦截。俄防长绍伊古7号视察了俄军工企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检查国防订单执行情况，并了解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量产过程。俄国防部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械制造厂目前正在开展俄首批量产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生产工作，这些导弹将于近期进入战斗执勤。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去年4月进行了首次发射，俄国防部当时就指出，萨尔马特新型导弹能携带滑翔高超音速弹头，能利用各种飞行弹道远程打击目标，并保证能够克服任何现有和未来的反导防御系统。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就提到，萨尔马特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有观察指，这意味着俄罗斯可利用萨尔马特绕过南极打击美国。它是一个超大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洲际弹道飞弹本来就是意思说，我可以比如从俄罗斯，我直接打到美国本土。其实它所谓的战斗执行，我相信就是说，从研发开始到现在，它的整个飞弹的系统的性能已经成熟了，所以它所谓的战斗执行，就是说它已经可以配备到部队，然后能服役。那在部队服役的话，当然它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就是在于所谓它已经有具备作战的能力。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拥有射程远、载荷大、打击精度高以及突防能力强4大特点。萨尔马特采用垂直冷发射方式，从陆基固定发射井中进行发射，最大射程超过1万公里，有效载荷达到10吨以上，可携带10枚75万吨 TNT 爆炸当量的分导式核弹头，采用复合制导方式，命中精度约为200米。为了能更好突破各类反导系统的拦截，萨尔马特还采用了多种先进突防技术，比如在弹体设计时应用了一些隐身材料和涂料技术，并配备了诱饵弹头，以增加敌方反导系统探测、跟踪和识别真假目标的难度。同时，萨尔马特还可以通过搭载具备极强机动变轨能力的先锋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来达到更好的突防效果。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上将曾表示，现在没有任何反导系统能对付萨尔马特，即便未来几十年也是如此。根据他的资料看，它有10颗弹头，这些弹头它是可以各自瞄准不同的目标，所以代表本来你看到的是1枚飞弹，再变10个，所以你就很难去拦截它，因为你同时要拦截10个，再加上来讲，它的飞行速度也非常快，那更何况它有反制设施，所以它里面有所谓的这个诱饵，我同时有10颗真的弹头，我还有好几颗假的弹头。那在拦截系统来讲的话，你很难去分辨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假的，所以事实上来讲就会更增加你拦截的困难度。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0届年会上，除了透露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即将大规模生产并投入战斗值班，他还宣布海燕核动力战略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接近完成。Проведено последнее успешное испытание буревестника, крылатой ракеты глобальной дальности с ядерной установкой, двигательной ядерной установкой。2018年，普京就预告了海燕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非弹道战略武器的问世。当时，大多数人还从未听说配备核动力装置的海燕导弹。Низколетящая, малозаметная крылатая ракета, несущая ядерную боевую часть, с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дальностью,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й траекторией полета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обхода рубежей перехвата, является неуязвимой дл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как ПРО, так и ПВО.
俄国防部对这种新型巡航导弹的结构特点几乎未透露任何消息。技术专家指出，传统导弹射程及巡航高度受到涡轮喷气发动机或涡轮风扇发动机及燃料量的制约，但核动力装置将突破传统极限。有俄罗斯军事杂志曾声称，海燕的射程可达2万公里，因此可以部署在俄罗斯任何地方打击任何美国目标。而且海燕导弹的理论飞行高度仅为50至100米，远低于常规动力巡航导弹，这将使防空雷达更难以探测到。美国空军国家空天情报中心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如果俄罗斯成功将海燕投入使用，它将为莫斯科提供一种具有洲际射程的独特武器。俄方日前还公布了一段威慑力十足的演示视频，显示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从莫斯科附近起飞，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先后绕过加拿大东部、美国东部海域的多个防空拦截区，从南美洲南部进入太平洋，最后击中夏威夷。初步估算，整个航程超过25000公里。俄媒曾表示，这条攻击路线令美军难以防御。出于成本原因，美国不可能在每一条边境线上都布置反导武器，因此，只要美国在边境线上有一处漏洞，海燕就能钻过去实施核打击。和一般的巡航导弹相比，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是双核组合，采用的核脉冲发动机，和传统的巡航导弹相比有很多巨大变化。首先呢是无限航时，按照核动力工作长寿命、高稳定这个状态，可以常年在空中飞行。而且呢，可以选择美国薄弱方向发起打击行动。另外，在射程方面也没有任何限制，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因为如果选择美国无法防御的点位发起各种打击行动，美国预警防御体系会完全崩溃。所以目前看的全球，包括美国在内，还没有一种武器装备可以对这种3马赫巡航导弹进行稳定的跟踪、预警和拦截。关于俄罗斯选择在近日释放海燕导弹消息的原因，有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局势焦灼的大背景下，俄军发布新款导弹可以增强俄军的信心，震慑美西方，增加谈判筹码。这种武器，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是一种打破美欧传统的这个和平衡中间游戏规则的这么一个装备。所以说，它的实战意义如何，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让俄罗斯在名义上拥有了一种在技术上比这个美国先进的这么一个话头。而这个话头呢，如果说双方未来有这个核军备谈判啊等等的相关的这个领域的削减的这个军售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个话头在谈判上为自己争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